在遥远的古代，在神明尚未登场、人类尚未书写历史的时代，这个世界早已被另一类存在所占据。他们不属于天上，也不完全属于地上，既非神也非魔。他们是代蒙，守护者、引诱者、疯癫的地狱者，或仅仅是一股令人难以命名的力量。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敏感，点个赞，点个订阅，支持一下。从古希腊的山陵与海岛，到南亚佛经中的罗刹与夜叉，从道教密卷中的驱邪术，再到中世纪咒术的镜面召唤，我们追踪这些模糊又执着的身影，看他们如何在丝绸之路上随香料与金属流动，如何寄生于咒语、金石、符箓、少女的梦境，如何在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旅途中，一次次唤醒重生，时而仁慈，时而邪恶，有时强大无比，有时又脆弱不堪，既能贴地而行，又能在空中盘旋。无论身处何地，代蒙这种神秘的存在，总带着某种相似的气质。夜晚降临，又一次与死亡展开拉锯，那房间仿佛在被恶魔般的交响乐撼动着。马尔科姆劳里的小说《火山下》，时间回到上世纪70年代末，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那是一座位于巴黎东部的奇幻之地，像极了一座缩小版的城市。高大的墓碑，雕刻精美的墓室，藏身于绿意盎然的花园之中。而安息在这里的住户，也几乎都是些大有来头的角色：莫里埃、王尔德、克莱特、莎拉伯恩哈特、肖邦，还有吉姆·莫里森。莫里森的墓成了一个聚集地，来悼念他的人形形色色，有人献花，有人留字条，也有人点上一小口法律不太允许的东西。当年他的石膏头像早就被粉丝们热情地凿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如今那块刻着名字、生卒年份1943到1971和希腊文墓志铭的铜牌。那串希腊文写的是 Kata tion demona itoi。 这个短句可以有几种理解，一种比较浪漫，意思是忠于自己的精神，也可以更直接、更古意的翻唱，忠于他自己的代蒙，或者得其代蒙之佑。那么问题来了，吉姆·莫里森的代蒙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谁？大约在莫里森诞生的2500年前，柏拉图笔下的代蒙有点像我们熟悉的守护天使，他们是灵界的引导者，默默守护着活人。人在死后，他们还会陪你走完通往冥界的最后一程。不过早在柏拉图之前，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就已经提到过代蒙，那时候这个词指的就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祇。除此之外，古希腊人也用代蒙来形容那些栖息在自然界中神秘又令人敬畏的地方的灵体，比如高耸的山巅、幽深的林地、黑暗的洞穴、潺潺的泉眼。他们通常都拥有某种神谕的力量，或能预言未来，或能启示命运。但别急着以为这些代蒙都是温柔的自然守护者。实际上，古希腊人笔下的代蒙有不少都是令人胆寒的，他们邪恶、敌意、危险重重。就拿斜眼之魔，希腊语叫 Boskanos Daemon 来说，那可是臭名昭著的狠角色。从这些五花八门、相互矛盾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古人眼中的代蒙是模糊而多面的存在，他们既可以是光明的引导者，也可以是黑暗的祸源。有的掌控强大力量，有的则被力量所驱使，而这股力量本身既可以被用来行善，也能造成灾难。这种复杂性也延续到了圣经中。在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洁净麻风病人，并赶出恶魔。在这里，代蒙被翻译成了恶魔，不再含糊不清，而是彻头彻尾的邪灵。每次耶稣驱魔成功，被附身的人就会重获自由与平静。比如圣经中最有名的例子之一，抹大拉的玛利亚，据说他曾被7个恶魔缠身，直到耶稣将他们一一驱除。然而，这些代蒙在圣经里也并非完全无知，他们甚至认得出耶稣是谁，还能和他交谈。马可福音里写道，他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的人，也赶出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鬼说话，因为他们认得他。其实，圣经里的恶魔，说到底正是古代代蒙的降职版。怎么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当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皈依基督教之后，原本在希腊、罗马宗教中地位不低的次级神祇，一夜之间被打入了冷宫，成了新宗教眼中的一角妖灵。于是，那些曾被祭祀、敬畏，甚至寻求指引的呆萌们，就这样统统被教会打包归入了黑暗一方，成为了堕落天使、邪恶势力诱惑使者，变成了撒旦的走狗、地狱的劳工、黑暗王子的爪牙。这些原本光怪陆离的灵体，如今全带上了一个新标签：魔鬼、路西法、撒旦、敌基督、魔王。名字越叫越响，形象也越来越狰狞。面对这些越描越黑的超自然敌人，教会自然也不可能坐视不管。于是他们很快也发展出了一整套反制工具包，基督教恶魔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当然，说到恶魔学，也不是基督教的专利。早在希腊罗马人发明戴蒙之前，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就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和恶灵斗法的知识体系了。他们制作护符、画魔法符号、施咒语，对付的也都是那些潜藏在黑暗中的看不见的敌人。事实上，世界上每一个主要宗教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恶魔应对手册。归根结底，每一种信仰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对抗内心的黑暗？所谓恶魔学，就是一门关于恶魔的学问。它总是由2部分组成，一是理论，二是实践。想要打赢一场仗，首先你得知道敌人是谁，他的样子，他的伎俩，他在人间的代理人是谁，他最常伪装成什么模样，统统都得搞清楚。这里用了他这个单数，其实有原因。在许多宗教传统里，无数恶魔只是一个终极邪恶的延伸，而这个邪恶大老板往往是那位至善之神的死敌。不过，恶魔群体和魔王的关系并不总是固定不变，有时候他们被描绘成千变万化、数不胜数的一大群幽灵，以数量压人，给人间带来洪水、瘟疫、地震，甚至疯狂、疾病和死亡。不过，在某些传统中，万魔之众并不是一团混乱的鬼怪集合，而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编制的魔界官僚系统。他们的等级结构甚至模仿了人类的宗教体制或神明体系。比如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修道士眼中，魔界就是教会的暗影翻版。天使有高有低，有职有分，魔鬼当然也一样。主教有他们的魔主教，修院长对上他们的魔院长，修道院副院长也有一个魔界对等职位在等着他。一套黑暗版的教阶结构，俨然一张地狱里的行政表。有时候，这个万魔军团还被想象成一支军事化的大军。比如公元5世纪的一部道教经典《通幽灵符神咒经》中，就描绘了由将军、小官、骑兵、步兵、弓箭手、斥候、刽子手组成的魔兵团，有组织有纪律，结构严明，活脱脱一支阴间军队。在伊斯兰教前的波斯宗教拜火教中，世界被分为真理与谎言的2极，每一个光明的天使对应的都有一个黑暗的谎言之魔，而至高无上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面对的就是邪恶首领阿里曼的终极对决。早期佛教的恶魔体系也同样讲究等级有序。大孔雀咒王经就把魔类比成一个古代的贵族家庭，有魔王魔后，有公子小姐，有管家侍女护卫，一个家族上上下下主仆分明。而在印度教的传统里，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一套魔界主宰系统了。这些混乱而凶暴的精灵、鬼怪、妖神，通常都归属在某一位强大的密宗神祇之下，被称为灵界之主或灵界女王。这些神祇的脾气都非常现实，你若不献供，他们就会默许手下的妖魔横行人间，尤其喜欢欺负婴儿与弱者。但一旦你按规矩献上祭品，他们又会变脸护短，转而成为人类最强悍的守护者。同样的设定也出现在前面提到的《通幽灵符神咒经》中。书中写道，那些统领千万恶灵的魔王与魔将，有时候也会被天界之神以神力威压，命令他们反过来清除自己麾下的妖魔军团，以毒攻毒，魔制魔君。说到实用型恶魔学，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用来对付恶魔的招数，基本可以分成2类。
我们姑且称之为糖和鞭子。糖的策略，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想办法搞定一个大魔头，让他去约束自己的小弟们。只要你把他供奉好了，他就能替你把底下那群专门搞疾病、附身、发疯、流产的小妖精收拾得服服帖帖。但相比之下，人们用的最多的还是鞭子那一套，正面对抗，一场彻彻底底的驱魔大战。这类驱魔行动通常分2步走，第一步是审问。恶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他们多数时候都是通过代理人来搞事情的，不管是被附身的可怜人，还是那些自愿投靠魔界的女巫、异教徒、异族人，只要有人类通道，他们就有空子可钻。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查清楚，到底是哪个魔鬼在搞鬼。这时候就轮到宗教审问官加驱魔师登场了。他们会用各种方法，威胁、咒语、拷问，甚至诱哄逼那个魔鬼自报家门。因为一旦你知道了他的名字，就能用咒语和仪式针对他展开下一步。于是第2步来了，驱魔仪式。这一步往往是最戏剧化的部分，场面极其震撼，口中喷火，身体扭曲，尖叫咆哮。在一些极端的中世纪案例中，如果是女巫附身，还会伴随肉体上的刑罚与酷刑，直到魔鬼最终被迫出走，从嘴巴甚至从肛门逃出体外。这个充满神秘与暴力张力的场景，自古以来就深深吸引了无数的艺术家。你可以在尼泊尔古手抄本里看到它，也能在法国中世纪的石岛书插画中找到它的踪迹。不过，事情也并没有那么绝对。别忘了，并不是所有的戴蒙都是恶魔，也不是所有看不见的灵体都要被驱赶。实际上，那些掌管山泉、森林、河流、洞穴的自然守护灵，只要你态度对头，他们往往是乐于助人、心怀善意的。柏拉图笔下的守护灵，古代地中海的神域精灵，甚至各种土地爷、泉水仙女，其实都属于这一类。而那些住在树林和山谷里的精灵、地精、侏儒、女妖、仙子，其实就是自然环境中的在地戴蒙。所以，中世纪教会虽然在名义上高举驱魔大旗，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得向老百姓低头。怎么回事呢？因为老百姓不管你怎么宣传异教是邪恶，他们还是愿意去那些异教圣泉洗洗病、求求子、问问事。于是教会一看劝也劝不动，那就干脆顺水推舟，这些泉水、圣灵、神树就被重新命名，变成了圣母泉、圣土井、圣人的庇佑地。但你我都知道，那些所谓的圣女与圣徒，其实只是那些古老山林精灵披上了一层薄薄的基督教外衣罢了。其实在南亚的印度教和佛教传统中，人们对待恶魔、精灵这些戴蒙的方式也差不多，还是那2招，打或者哄。在这些文化中，古老的山神、灵灵、水妖被统称为 Devata、Yaksha 或者 Rakshasa。 这些神秘生物虽然时常带着威胁性，但只要你诚心祭拜，奉上香火，他们就能从潜在危险变成保护神，甚至是被供奉在庙里的正式神器。在佛教经典里，这种驯化过程常常被写成一种灵魂归一的感人转变。举个例子，在佛陀的本生经中，有一段故事就讲了一个池塘的水灵。这个水灵是受到树精之王授权，守护一个森林池塘。他每天都负责拷问来喝水的人，提一些树精法的谜题，如果对不上就会被吃掉。结果有一天，佛陀化身凡人来到这片池塘，他不仅一一答对了谜题，还用自己的智慧感化了这位水灵，让他皈依佛法，从此不再吃人，而是守护众生。在很多这样的传说中，这些山灵水怪后来不但不再害人，反而成了佛教或印度教神系中的一员，甚至摇身一变成了救世英雄。比如，有一位在整个佛教世界都非常有名的女魔头，鬼子母神。她原本是个夺婴妖女，传说吃掉了成百上千个婴儿，人人闻之色变。但有一天，她遇见了佛陀，佛陀没有用武力，而是用智慧与慈悲感化了她，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鬼子母神痛改前非，成了专门保护孩子的女神。你今天去日本、印度尼西亚、中亚甚至尼泊尔的佛教寺庙里，还能看到她的塑像。
一位慈祥的母亲怀里抱着孩子，胸前挂着婴儿，脚边还有一堆正在玩耍的小孩，热闹又温馨，完全看不出他曾经是个吃小孩的妖魔。在印度教的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故事。一位名叫哈利凯沙的夜叉王子，原本也是走在魔道上的人，但后来他皈依了湿婆神，洗心革面，最终被任命为湿婆座下最重要的守护者，镇守印度圣城瓦拉纳西的主庙大门。就像西方世界的戴蒙一样，亚洲的这些神秘存在也是个矛盾体，有时候是善良守护神，有时候又成了灾祸根源，时而强大如天神，时而脆弱如幽灵，有的深入人心，有的高不可攀，有的贴地而行，有的飘忽不定。这些灵体从本质上就处在模糊地带。更有趣的是，从冰岛到日本，在整片欧亚大陆上，这些戴蒙居然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灵体会长得这么像呢？原因有2个。先说第一个，最直接的解释是文化流动与信息传播。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信息高速公路。在这条古代商贸通道上，不仅货物和商人来来往往，关于戴蒙的知识、法术、传说也悄然传播开来。而且这些戴蒙学问大多是自成体系的，往往不依赖于某个宗教的正式支持。为什么？因为戴蒙从来不像神明那样需要庙宇祭司、经典教义来背书，他们轻装上阵，随人而行。这里我说的行动，并不是指这些灵体本身真的能满地图乱飞，而是指那些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类，不管是想要从中获利的祭师巫士，还是被折磨求解脱的普通人。跟戴蒙打交道，从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信仰系统，你只需要一些好用的法子就行了。一个特定的手势，一段没有语义但有魔力的咒语，一块能量石，一根奇怪的植物，或某种动物的骨头，再加上几样护身符或驱邪道具，这些就是戴蒙专家从巫师、和尚、道士到民间医生几千年来拿手的法宝。而丝绸之路上的市场与集镇，简直就像戴蒙交易所，士兵、商人、僧侣、航海家、魔法师齐聚一堂，买卖咒术，交换经验，传播灵体知识。有时候我们甚至能在不同国家或文化中看到戴蒙原名的直接保留，这就说明这些神秘灵体不仅穿越地理，也穿越语言与宗教的边界。举2个例子，来自公元5到6世纪的2份文献，一份来自中国南方，另一份来自遥远的阿富汗北部。他们都提到了南亚的罗刹，这是印度传统中的一种守护灵，但常常以凶恶形象出现。第一本是我们前面提过的那部道教经典《通幽灵符神咒经》，它直接把罗刹音译为罗刹或罗刹，列入本土妖魔的体系中，与中国本土的各种鬼怪、邪灵并列为一类。再来看第2例，发现于4000公里外的阿富汗，是一块摩尼教的护身符，上面用文字刻着这样的内容：罗刹、夜叉、波斯的佩利和德鲁吉，还有黑暗偶像与邪灵，都将被主耶稣基督以及天使米迦勒、瑟拉尔、拉斐尔、加百列等联手驱逐。是不是像极了一场跨宗教驱魔大联盟？更神奇的是，有时候不仅是某个名字或形象被带走，甚至是一整套戴蒙神话系统被移植打包到了异国他乡。最典型的例子就发生在斯里兰卡西北部的古港曼泰，这里曾是地中海与东南亚之间重要的海上贸易中转站，也成为一次神话大迁移的现场。事情发生在6世纪，一位佛教高僧摩诃那摩在这里写下了大史，也就是斯里兰卡的国家编年史。书的第6章讲述了印度王子皮都耶在海上遇难，流落斯里兰卡，与一群随从一同踏上了这座未知之岛。他们首先遇到了一位伪装成人类的神奇毗湿奴，随后毗湿奴送给他们一些护身符线，说这可以保命。接着他们跟着一条奇怪的母狗来到了一座池塘边，看见一位看起来像尼姑的女子坐在树下纺线。这名女子其实是一个女神，名叫库范娜，意为丑女，但她正伪装成佛教出家人。她原本打算引诱这些士兵并将他们吃掉，却被他们身上的护身符挡住了法力，
之后，王子皮都耶亲自赶来，威胁说要杀了他，除非他释放自己的部下。库范纳只好就范，然后转而大摆宴席款待众人，最后还变身成一个貌美如花的16岁少女，主动投怀送抱。当夜，他还悄悄告诉王子如何打败控制整座岛屿的夜叉军团。后来，由于背叛了自己的族人，库范纳就被那些夜叉给处死了。对于熟悉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人来说，斯里兰卡那段王子与女神的遭遇是不是似曾相识？没错，这几乎就是英雄奥德修斯与女妖瑟西之间那场经典对决的翻版。还记得故事怎么展开的吗？船难之后，奥德修斯派出一队士兵上岛侦察，结果他们走到山顶的一座宫殿，那里被一圈奇怪的野兽包围着，狮子、狼，但他们表现得像狗一样温顺，原来是中了瑟西的药。当士兵们走进宫殿时，看到女妖瑟西正坐在那里织布，她邀请众人进餐，却在食物里下了魔药，把他们统统变成了猪，关进了猪圈里。奥德修斯得知后赶去营救，途中遇见宙斯派来的神使赫尔墨斯，得到了解药。英雄抵达宫殿后，威胁要杀死瑟西，除非他将自己的人变回原样。瑟西只好答应，不仅释放了人质，还设下盛宴款待众人，并主动与奥德修斯共度春宵。1年后，他甚至为他指出回乡的路径，让他继续踏上归程。是不是与斯里兰卡那段故事如出一辙？一位神秘女灵最初意图伤人，却被英雄制服，转而交出肉体与怜悯，还充当起引路人。横跨1300年，跨越文化与宗教的这2个故事几乎一模一样。这正说明了一个关键事实：借助贸易与交流的风，古希腊史诗中危险而又迷人的女精灵，在1000年之后转世，成了南亚神话中的夜叉女神。虽然她们的名字、外貌、语言都变了，但她们的神性结构却未曾改变，既诱惑又危险，既毁灭又拯救，既是考验也是指引。正是在这些东西贯通的贸易之路上，一种古老的近战术也随之传播开来。这是一项经典的戴蒙技术，从北非一路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公元3世纪的一份埃及手稿中。这个仪式的核心结构非常简单，但又极具神秘色彩。一个装置，3位角色，一个人类小孩，一个成年人，还有一位戴蒙。在仪式中，小孩扮演媒介或凝视者的角色，他被安排端坐，眼睛紧盯某种可反射的表面，可以是一面镜子、一碗漂浮着油的水面，甚至是一把抛光过的刀刃。成人则坐在他身后，口中念诵咒语，召唤戴蒙降临这面镜子之中。接着，这位成人会向戴蒙提出一系列问题，通常关于某件现在或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而戴蒙会通过孩童的嘴传达出他的回答。这种铜媒加镜面的占术法传播速度极快，它不仅出现在3世纪的一块索罗亚斯德教铭文中，也出现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犹太塔木德文献里。随后，它出现在印度、中国、日本、西藏等地7至12世纪的多种宗教文本中，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道教的资料。令人惊讶的是，跨越数千公里、数百年的时间差，这些文本中关于仪式的说明几乎一模一样。比如一部名为《秘藏一则》的中国早期佛典译本，其对近战术的描述竟然和3世纪的埃及原文高度一致。在不动明王的圣像前，也就是佛教护法神阿伽罗的像前，主持者首先要敬地，然后焚烧波斯香料，接着取一面镜子放在佛像的心口处，并持续咏诵咒语，再让一名年幼的男童或女童凝视镜中。当你问他或她你看到了什么，孩童便会立刻说出你想知道的一切。引自米歇尔斯特里克曼所著《中华魔法医学》，这一神秘的近战术是整个欧亚大陆戴蒙技术传播的明证。但更令人惊叹的是另一类跨文明的炼金术士，一种与地热喷发现象有关的仪式传承。它出现于多个古文明中，设计对象包括沸腾的矿泉、天然气孔、火山口、石油渗漏，乃至液态金属的诞生本身。比如在公元800至1000年间编写的一部叙利亚语文献中，即潘诺波利斯的佐西姆斯炼金术论，就记载了这样一段关于水银捕捉术的传说。
在遥远的西方，有一种泉水会涌出一种名为 ZWs， 意为宙斯的金属。当地居民一旦察觉到宙斯即将喷涌而出，就会让一位处女站在喷泉前，一丝不挂，面对泉眼前的一处凹地。那宙斯见到美貌少女，便情欲泛滥，飞跃而出，试图占有她。然而这少女早已习惯了快速奔跑，而旁边则埋伏着手持斧头的年轻人。一旦那宙斯扑向少女，年轻人便立刻举起利斧，将其猛然斩断，使其流入凹坑，最终冷却凝固成固态金属。然后人们再将它切割成片，用作炼金之用。是不是很像某种炼金版的神话诱捕仪式？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公元11到13世纪，一部印度梵文炼金术文献中也记载了几乎相同的操作流程。这部名为 Rasaprakashasudakara， 意为本元素之光的甘露之气的著作，出自炼金术士亚索达拉巴塔之手。他将同样的自然现象，比如地热汞的喷油，也拟人化为一种需通过仪式引诱并捕捉的戴蒙力量。在喜马拉雅山以西，有一座俊美挺拔的山峰，人们称其为山中之王。而在这座山附近，有一口天圆地方、浑然天成的深井。传说这井中居住着水银冠军，一位具象化的汞之灵。有一天，一位骑着骏马、妆容精致的年轻女子来到这里，她俯视井底，旋即策马而回，疾驰而去。水银冠军仿佛着了魔一般，瞬间从井中爆发，向四方扑去。至今，这片区域依然保留着当时的痕迹。以井为中心，12由旬范围内的土地呈现出完美的圆形。据说，这就是那次追逐所搅动的痕迹。而这一带的土壤中所藏的汞矿粘土，在炼金炉中升华之后，就成了一种真正能驱除疾病的圣药。而仅仅过了不到100年，中国元代炼金家朱德润在他的《存复斋文集》中，也记载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水银捕捉术。齐国在日末之地，有一水银之海，周回40-50里。当地人要从中取水银，先于10里之外挖掘数十口深井，然后派出身披金帛、骑乘骏马的壮士，策马疾行，贴海而过。当日光照射金帛，天地间便一片炫目光辉。这时，水银之海便如沸腾的浪潮般汹涌扑来，仿佛被这金光所吸引，想要紧紧附着其上。若骑手稍慢一步，就会被水银吞没。所以他们必须全速奔逃，水银在后疯狂追逐。一旦他们回到井口，水银已失力而沉静，便顺势渗入井中。接着，居民们用芳香草药熬炼它，使之全部化为纯银。从南印度到中亚，从西亚到中国，从神话到炼金术，我们看到同一种戴蒙逻辑在流动。水银不只是金属，它是有灵的东西，是需诱惑、驱使、捕捉的地质精魂。这些记载不仅是对水银之灵的捕捉术，它们还呼应着一个更为深远的解释：为什么从冰岛到印度，从希腊到中国，那么多关于戴蒙的故事都如此相似？答案是单元论。这是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神话并非巧合重现，而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文明。这个远古族群可能生活在6000多年前的高加索欧亚交汇地带。他们说的语言后来被称作原始印欧语，是今天梵语、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与印度语的共同祖先。他们的语言里，母亲这个词是这样的：英语的 mother， 德语的 mater， 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 mater meter， 梵语与古波斯语中的 mat， 爱尔兰语是 mater， 克罗地亚语是 mati， 西班牙语与意大利语中是 madra。 这些词彼此相似却不完全相同，就像这些跨文明的戴蒙传说，相似的结构，相似的恐惧，相似的对抗与转化。这些词汇是语言中的化石，而这些故事是灵性经验的化石。追逐水银的少女是神话中的咒语，也是语言与文化在地底奔涌的回声。语言是人类思想、文化与想象力的载体，因此当原始印欧语的使用者踏入辽阔的欧亚大陆，他们带去的不只是词汇，也携带着一套完整的神话系统，其中就包括对戴蒙的理解。这样的戴蒙在各地有不同的名字和传说。在古印度和波斯，早在公元前1500年就有记载。在希腊、罗马、土耳其、法国，
爱尔兰、巴基斯坦、阿塞拜疆，这些故事跨越时间与语言，却惊人一致。这种一致并非巧合，而是一个古老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回声。几千年来，人类不断迁徙，也不断将内心的戴蒙外化为地景，在未知的山口、岩缝、火口、地热间歇泉之中，认出那些早已在神话中描绘过的存在。当历史上的众神降临，无论是佛、耶和华、宙斯、毗湿奴，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已经被地灵所占据的世界。戴蒙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改头换面。我们以为我们在驱逐幽灵，其实我们只是在为他们赋予新形态。在神话消散的地方，戴蒙重新降临；在科技的缝隙中，他们继续栖居。如今，戴蒙不再出没于岩穴和孤井，不再以火山与废泉的形态喷涌而出，他们的身影转而潜藏在我们建构的数字密林中。它是崩溃程序中的系统幽灵，是你邮箱里退信时的 Mailer Daemon， 是匿名留言中喷涌而出的 Troll 巨怪之怒，是算法裂隙中仍在回响的古老咒语。他们没有被遗忘，只是被我们重新编码。在人类每一次跨越疆界、文明或媒介的时刻，戴蒙都会随之而动，化身为新世界的影子。所以，当我们再次面对那股模糊、强大、不可名状的力量，不妨停一停，问一句：你究竟从哪儿来？